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我们会跟大家分享的最主要的话题呢，是这个星期可能是我人生中使用最多 token 的一个星期。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 ChatGPT， 也就是 OpenAI 呢，他们这个星期做了很多让人家从来没有想过的东西。那最主要他做的东西就是，他不断的每天的去 reset 我们的 limit，也就是说我们在使用 ChatGPT Work、Codex 这些工具的时候呢，它其实都是会有一个你可以用的一个用量，就是我不能够超过这一个用量。也如果我超过的话，我就需要 upgrade 我的 plan， 或者是我需要等到它回复的那一天。但是因为呢，ChatGPT 这个星期不断的狂送这样子的一个大礼包，基本上就是我每天早上起来，我的那个 limit 又 reset 了，每天早上起来 limit 又 reset 了，所以我可能在前一天，不管是我用了10%，不管是我用了90%，那第二天都是会恢复到满格，所以这个时候就让全部人都开始疯狂的去使用这样的一个 token，所以在无形中呢，也不断的去让你测试，到底 ChatGPT 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用，到底 Codex 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用。所以呢，今天的主题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到底 ChatGPT 做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还有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还有就是呢，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体验到了大量的 Codex 之后呢，我的一些心得，还有就是我认为为什么现在 ChatGPT 是处于最好用的一个 AI agent。首先呢，我们先把时间调回 ChatGPT 5.6还没有出来之前，基本上那个时候的格局呢，就是我的主力就是使用 Code， 因为 Code 在整个业界的能力就是最高。但是呢，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它的 token 非常的贵，尤其是当我的工作流开始变得很复杂之后呢，其实我是很保守的在使用它的这些模型，一般上我都是使用那个最便宜又最有性价比的 Sonnet 的模型，我基本上是很少会去使用 Opus 或者是 Faber 这两个最强大的模型，因为真的太贵了，所以有时候就是我发现到真的很重要的任务我才会切换到这两个模型，但是呢，一般上我的做法是我会只做 planning 的部分，就是让他帮我把整个计划他想清楚，觉得是要往这个方向做之后呢，我再交给 Sonnet 去做执行的这一个动作。最主要的差别是，如果不这样子做的话呢，很快我就会看到我的5个小时的 limit 就会不见掉。就是基本上Cloud 的使用模式呢，就是会分成5个小时，还有1个星期。那5个小时的做法呢，就是每5个小时里面，你就是能够使用，比如说我们讲20，我就是能够使用20的这一个 token。所以呢，如果我今天使用超过了呢，我就必须等到5个小时后它才会恢复。所以甚至之前有一个很极限的做法，就是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会先跟 AI 让它开启第一个任务，因为它就会开始去倒计时5个小时，所以我就能够在我可能工作的中间，我就有第二个5个小时，因为只有这样子两段加起来才足够我去使用足够的一个 AI token 数，要不然一下子就不够用了。所以这个是我之前一直遇到了很大的烦恼，但是呢 ChatGPT 这一次呢完全打破了这个逻辑。那最主要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做了这个叫 reset 的东西。那 reset 呢，其实在 Cloud 也会做，但是呢，现在 ChatGPT 把它发挥到了全新的一个做法。那基本上它把它分成2个种类。第一个种类呢，就是你可以把它存起来的 reset，这个对我来讲就是最好的一个东西。那第二个就是它会直接帮你 reset 嘛。那它帮你 reset 的这一个呢，就是非常直观的一个 reset 方式嘛，就是他今天突然间宣布 reset 就自动 reset 了，不管我是用了20%，不管我是用了50%，它都是帮我 reset 成100%。至于可以储存的这个 reset 呢，则是我可以选择什么时候我去 reset 它，比如说它会给一个 expire date， 通常是在我这样子看大概在1个月的时间，所以在1个月的时间里面我都可以选择按 reset， 所以我可以根据比如说我今天的工作量特别大，然后我真的一下子把所有的 token 都消耗完了，然后还没有办法等到下一个5个小时，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开始去按这个 manual 的这个 reset， 所以我觉得这个储存 reset 真的是大大减少了这个焦虑感，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工作不是每一天都需要这么多的 token， 可能有一些天就特别需要，所以这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 reset 呢，就能够让我们很快的依然能够在工作状态里面，你那整个工作状态不会被打断，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节奏是最好的一个节奏。但是呢 ChatGPT 做了这个之上呢，去做了一个更加荒谬的一个举动，他把5个小时的 limit 也取消。之前 Cloud 会有这个5个小时的 limit， 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伺服器无法承受，比如说可能在工作时段一下子太多人涌入，然后不断的烧 token， 那你烧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你把你的5个小时用完了，那暂时你不能够再继续的去跑，这样子对于他们伺服器是更加的能够承担这些压力的。但是呢 ChatGPT 直接把这个5个小时的
这个 limit 给取消，也就是说呢，我们一个礼拜能够使用的量是100好了，所以我就是现在就是有这个100的使用量可以使用，无论我是在第1天使用100，或者是第7天使用100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不管是10个小时，甚至是我直接一口气在3个小时里面直接把一整个星期的 limit 都可以使用完，都是可以的。然后再加上前面我说的这个部分，在我做了这个举动之后呢，我又能够在我的储存的 reset 里面去点按这个按钮，所以突然之间呢，我又重新回到一个满额的一个星期的 token 量。所以呢，我就可以在甚至可能5个小时里面直接烧完2个星期的一个 token limit，所以它就让我们有充足的这个 token 量去测试到底它的这个模型强不强。加上呢，也真的是因为我很多工作真的被 ChatGPT 解决了，所以我就会觉得它真的是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好用，而且它的这一个整体开放的这个 quota 呢，让整个使用体验大幅度的提升。加上呢，他们现在面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用户的进展，我记得 ChatGPT 5.6出来之前，大概的人数大概是在500万的用户左右，那现在呢，到了我录影的当下呢，已经是到了900万，也就是说几乎成长了快1倍。可是这个前面的1倍可能是花了他1到2年的时间才完成的，可是他却在短短的1个星期里面直接冲了多1倍的人数，基本上每一天都多了一个新的100万。比如说之前到了700万，冲到了800万，他就直接会告诉大家，冲到了700万，所以我们现在帮大家 reset。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可能一天很努力的工作，我把很多token消耗完了，我的可能1个星期的 limit 大概可能是20%，甚至是1%，但是我第2天起来就会恢复成100%，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星期我能够使用，可能是我人生中能够使用最多token的一个星期。当然，问题就是你不知道这狂欢派对可以到什么时候，所以其实我在使用的时候，有时候会在顾虑，就是我是不是应该去测试一个比较弱的模型也能够做到这个程度？因为我到之后不可能每天都有这个最强的模型去使用的，所以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拉扯。但是你就会看到，我的 weekly 里面还有这么多，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就会开始更疯狂的，就是使用那个最强的模型来做事。那接下来我就会分享，就是我整个体验下来之后呢，我自己感觉到为什么 Codex 这次能够追上来的几个关键点。首先呢，第一个当然是模型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最基础的一个基本要求。如果你的模型能力不能达到的话，你送我再多 token，我都不会想用，因为你没有办法真正帮我解决问题。但是 ChatGPT 这一次真的能够做到解决问题，甚至在某些任务真的解决得蛮好的，所以就会让我很想要使用这样的一个模型。所以呢，这一次最主要的这一个 ChatGPT 5.6 Soul 呢，它的能力真的是很接近 Faber，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我今天回到 Claude 的时候呢，我用的是它的徒弟的模型。但是呢，我回到了 ChatGPT 之后呢，我用的是一个老师的模型，而且是接近业界最顶尖的这一个老师模型。这个时候呢，我当然是会倾向用 ChatGPT， 因为我现在使用的是一个更强的模型，而且我的量竟然还比我在 Claude 这里使用的更多。更何况呢，有了老师的模型，它能够更有效率的完成任务，所以突然之间你就会发现到你的整体的工作效率提升很多，因为你现在能够使用到的模型比之前强太多了，然后价格又变得这么便宜。我觉得这个就是第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 ChatGPT 模型是真的强，而且它其实不输给 Faber 多少。再来呢，加上这个用量的时候，就会变得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东西。当然，我觉得第二件事情其实不只是模型强的问题，而是你的模型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这个工作，也就是我们叫做 harness。那 harness 一般上的理解就是你怎么去驾驭这个模型嘛，也就是说这个模型进到了你这个软件里面呢，它是怎么样去工作的？比如说它怎么样规划它自己的任务，它怎么样执行任务，什么样的情况会问问题，什么样的情况不会问问题，遇到这样的情况它会做什么，遇到这样的情况会做什么。所以透过不同的一些限制或者是规则，或者是一些期待它能够做到的方向，鼓励它能够做到的方向呢，我们就能够形成某一种模式。那这样子的一个 agent 的模式呢，那这样子的我们可以想象就是一个 agent 的行为模式呢，它就直接决定了到底这个 agent 是多么的好。因为呢，这个 agent 配上这个模型，它才能够做到这些事情。如果今天这个模型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呢，它的行为模式没有规划好，那可能出来的效果可能很好，但是也可能大部分的情况下可能是很糟糕，因为它完全找不到到底他应该要做的方向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最好的东西就是它的 Codex 或者是 ChatGPT Work 的这一个 harness 呢，也做得很不错。它能够很好的驾驭这个模型，能够很好的让这个模型发挥工作上面的一些本质，能够真正的帮助你解决很多工作上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我整体体验下来最有感受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我觉得它的整体的顺序就是，首先你的模型必须足够强，再来是你的这个 harness 或者是你的这个 agent 的产品，也就是你的整个使用界面必须足够 friendly。事实上，ChatGPT 的整体的 UI 呢，也是比 Claude 更加友善的，里面有很多细节小功能，或者是它开发的一些视觉感呢，我真的觉得是非常好上手的。所以你有了一个好的 UI、好的界面、好的 agent，配上一个好的模型，即使这个模型不是最顶尖的，但是就能够发挥出一个最好的一个 combination。再加上这个时候呢，我又给了一个量大管饱 reset，不但送你大礼包的一个模式，所以就让它的用户能够增长非常的快。实际上我也在用完之后呢，直接把它升级成了更高的一个 ChatGPT Pro 的这个版本，就是这应该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订阅 ChatGPT Pro，之前我都不觉得有这个需要，但是现在呢，看到这个实力，就觉得它真正已经能够足够帮我做到我现在需要做到的东西了，所以它已经值得这个价钱了。所以这个就是目前为止 OpenAI 最主要在 focus 的，就是你可以想象从他们的角度呢，他们肯定是会承担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在他们的 data center 上面，因为这个东西 Claude 遇到了，他们肯定也会遇到。在短时间里面增加这么多的用户呢，你的 data center 如何去支撑这么大的一个压力，尤其是呢，他每次做了这个 reset 之后呢，你可以想象他现在是没有5个小时的 limit 的，所以他是不断的用了。然后你每按一次 reset，或者是每让大家全世界能够 reset 一次呢，就等于你的 data center 明天第二天起来要承受甚至比昨天多1倍或者是更多倍的一个压力，所以你的伺服器到底该怎么去承担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部分。但是呢，ChatGPT 还是义无反顾的每天的送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大礼包。那为什么它能够做到这样子呢？我觉得第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呢，就在于 OpenAI 之前非常疯狂的扩张它的 data center， 甚至之前也有被Claude 的创办人也有说过，就是他认为他的对手，当然就是指 OpenAI 呢，非常疯狂的在扩张这么多的这些 data center 呢，可能是用不上了，这个对于整个投资回报率来说是不好的。所以你从这句话当中，你就会看到了他们的差别，就是 OpenAI 就像是一个盲目扩张的一个疯子，但是 Claude 呢，就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想要维持在最合理、最高利润的一个做法上面去做扩张。实际上呢，我们的理解是这样子嘛，但是 Claude 那时候的准备呢，是依据每一个新的模型都会有，或者是每一年都会有一个10倍的增长，所以已经是很夸张了。它每一年都是为了这个10倍的增长在做扩张。可是他却觉得 OpenAI 是更加疯狂的，就是它整体的扩张是完全超过10倍的这个量的。但是呢，结果这个现在却变成 OpenAI 最致命的一个武器。它现在突然间有了这么多的这个算力，它能够确保这个东西是稳定的，所以它有这个底气，能够不断的帮你 reset limit，能够不断的让你觉得它产品最好，导致更多的人愿意去尝试它，甚至从 Claude 跳槽过来。所以这一个呢，我自己也有感受到非常深的一个体验，就是因为今天如果你的产品再好，但是这个价格跟对手相差了2倍，甚至超过5倍，那无论如何我都会选择对手。我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平价的版本，同时间能力并没有输太多，同时间因为它给的量很大，我很赶的使用它最顶尖的模型，在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很多人一下子跳槽到 OpenAI 去，所以这个肯定对于 Claude 或者是 Anthropic 呢，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实际上有很多的报道是在说，他们内部其实现在是非常高度的紧张，就是在想如何去应对这个东西。那我自己觉得他首要做的事情就是必须先扩大能够让大家使用的这个量，尤其是他的对手也开始，比如说我最近看到的这个 Kimi 或者是之前的智谱这2个公司呢，甚至也出了一些新的模型。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 Claude 依旧维持在这么贵的一个定价的话呢，它就会非常的吃力。所以呢，它必须让大家能够使用更多。你可以价钱不降，但是你的使用量必须让大家使用更多。但是这个就违背了之前他遇到的最大的状况嘛。他们今天遇到了80倍的增长，他们的 server 已经完全承受不到了。那这个时候我怎么送你更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目前为止 OpenAI 不断的攻击它的点，就是赌它没有这个东西，不断的在这个地方下足成本，让大家感受到他们的诚意。那另外一个 Claude 可以做的东西，当然就是发布更强的模型嘛，所以大家也开始期待是不是 Opus 5能够更快的出来。但是我自己觉得，如果你今天出了一个更强的模型，但是呢，它的成本那么高，其实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可能对一些顶尖的一些 developer 会有吸引力，但是对我不会有太多的吸引力。当然，这个是 Claude 的一个选择。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看看到底 Anthropic 会怎么应对这个东西。那至于我们说了这么多呢，我们还漏了最后一个玩家，就是 Gemini。那基本上 Gemini 呢，目前为止就是可以感觉到完全没有追上的这个痕迹，也不确定他们什么时候能够追上。我觉得他们还是会回到第一梯队，但是
这一个模型呢会花多少时间，这一个还是非常未知的一个东西。加上等到它回到来之后呢，就像之前说的，它回到来之后呢，可能其他的这两家又再次迈向了一个更新的一个脚步，所以这些都是到时候我们需要持续观察的。但是目前为止呢，Gemini 已经去到了第3名。我觉得最可怕的东西就是呢，这个整件事情都发生在短短的差不多8到9个月的时间里面。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那时候我是在。即使你可以看回我的 podcast 就知道，我那时候是在不断的吹捧，就是 Gemini 有多强，大家应该去体验 Gemini。那时候是 Gemini 最顶峰的时候，但是在差不多3月的时候呢 ，Claude 整体的诞生呢，导致所有人都开始去使用这样的一个 agent 之后呢 ，Claude 已经变成是整个行业或者整个 AI 业界的一个领头羊。但是到了现在的这个7月呢，我觉得现在整个宝座正式的交给了 OpenAI。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模型追上了，但是它给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用量，所以从实际的用户体验来说，从实际的这一个 AI token 的这个数量来说，它对于消费者就是最好最强的一个选择。所以我整体体验下来，我就直接宣布 OpenAI 就是在接下来1到2个月里面最强的一个模型。当然我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它目前就是我首推给全部人，不管你是使用在平常的聊天，或者是真正想要使用 agent 去帮你完成更多的工作，我都推荐你现在呢就只是选择 ChatGPT 就足够了。Claude 真的是你是一个 developer， 你才值得去考虑，甚至是我自己呢都已经完全的导向了 OpenAI， 这个是我从来没想过的东西，因为一直以来可能对中间有一度觉得 OpenAI 的这整个模式不是我太喜欢的，但是它这次真的是完美的做到了把模型的强度、业界排名领先的这个地位，加上这个使用量非常高效率、使用量非常大的这个部分呢，完整的整合起来，给大家一个最好的体验。所以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的一些推荐，还有我自己的一些想法。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